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那个秋天，梧桐叶子正黄的时候，我和叶晨搬进了我们的新家。方远，你觉得这里怎么样？叶晨站在落地窗前，夕阳把他的侧脸染成金色。那时的他还会笑，笑起来眼角有细小的皱纹，像水波一样荡漾。很好。我放下手中的箱子，走到他身边，透过玻璃可以看见楼下的小区花园，有老人在遛狗，有孩子在追逐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美好。叶晨靠在我的肩膀上，我们也会像他们一样老去吗？当然。我吻了吻他的额头，我们会一起变老，然后一起坐在楼下的长椅上晒太阳。现在想来，那些话说得多么可笑。叶晨那时候在一家跨国公司做部门主管，我在一家中型企业当项目经理。我们的收入加起来足够维持体面的生活，足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憧憬。每天早上我们会一起吃早餐，他喝咖啡，我喝茶。晚上回来，他会告诉我公司里发生的事情，我会跟他分享我遇到的有趣项目。那时候的叶晨还会关心我的工作，会在我加班到很晚的时候给我煮宵夜，会在我生病的时候陪我去医院。我们甚至开始讨论要孩子的事情。你说我们的孩子会像谁？有一天晚上，叶晨躺在我怀里这样问我。当然像你。我摸着他的头发。要是个女孩，就像你一样聪明漂亮。要是个男孩呢？那就像我一样老实可靠。叶晨笑了。老实可靠多没意思。我希望他有野心，有魄力，能成就一番事业。我当时并没有在意他这句话里隐藏的含义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或许就是一切的开始。生活在那段时间里确实平静如水。我们会在周末一起去超市买菜，会在电影院里看最新上映的电影，会在假期里去周边的小城旅行。叶晨拍了很多照片，他说要把我们的幸福都记录下来。但是变化就像秋天的落叶一样，悄无声息地开始了。最初我注意到的是叶晨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。他说公司最近很忙，有很多新项目要处理。我理解他的工作压力，于是承担起了更多的家务，买菜、做饭、洗衣服，我都一个人包了。辛苦你了。叶晨有时候会这样说，但语气里已经没有了以前的温度。他开始经常出差，一去就是好几天，每次回来他都显得很疲惫。我们之间的话也越来越少。我试图和他聊天，但他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叶晨，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有一天晚上，我忍不住问他，他正在整理出差要带的衣服，头也不抬地说，是啊，工作很忙，要不然我们请几天假，去旅行放松一下。没时间。他的回答干脆的像一把刀。我看着他忙碌的背影，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。但我告诉自己，这只是暂时的，等他度过这个忙碌期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叶晨升职的消息是在一个春天的晚上告诉我的。他破天荒的早回家了，还买了一瓶红酒。有什么好消息吗？我看着他脸上难得的笑容。我升职了，区域总监。他倒了2杯酒，以后薪水会翻倍。我为他高兴，我们碰杯庆祝。那一刻，我以为我们的生活会因此变得更好，不过以后可能会更忙一些。叶晨喝了一口酒，可能要经常出差，有时候还要去国外。没关系，我支持你。我握住他的手，我为你骄傲。叶晨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什么一闪而过，但很快就消失了。那之后，叶晨确实变得更忙了。他经常一出差就是1个星期，
有时候甚至更长。我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，就连周末他也经常要加班。我开始觉得孤独，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我会想起以前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，会想起他靠在我肩膀上问我们会不会一起变老的那个黄昏。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，叶晨说要和同事聚餐，很晚才会回来。我一个人在家看书，大概10点多的时候，突然想起他爱吃的那家甜品店今天有新品，于是决定去买一些给他当夜宵。甜品店在市中心的一个商场里。我买好东西准备回家的时候，经过一家高档西餐厅，透过玻璃窗，我看见了叶晨。他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对面是一个中年男人。男人穿着笔挺的西装，戴着金框眼镜，正在给叶晨倒红酒。叶晨笑着，那种笑容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。我站在街上，手里提着甜品袋子，就那样看着他们。男人说了什么话，叶晨笑得更开心了，甚至用手轻拍了一下男人的胳膊。那个动作太亲密了，亲密的让我胸口发闷。我没有进去，也没有打电话给叶晨，我只是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身回家了。叶晨回来的时候已经接近凌晨1点了。我假装睡着了，听见他轻手轻脚的洗澡，然后躺到我身边。他身上有淡淡的酒味，还有一种我不熟悉的男人古龙水的味道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把甜品拿出来给他。昨天聚餐怎么样？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正常。挺好的。叶晨咬了一口甜品，就是聊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，和同事们。他点点头，但没有看我的眼睛。我开始留意叶晨的变化，他回家越来越晚，出差越来越频繁，对我也越来越冷淡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亲密接触了，他总是说太累了。我们也很久没有认真聊过天了，他总是在看手机。有一天晚上，叶晨在洗澡，他的手机放在床头柜上，手机屏幕亮了，有人发来微信消息。我瞥了一眼，发件人的备注是 CL， 内容是明天的会议延后到下午3点。CL， 这个人是谁？我开始有意无意地观察叶晨使用手机的习惯，他变得很小心，总是把手机扣着放，收到消息也会立刻删掉。有时候我从他身后经过，他会迅速切换屏幕。有一个周末，叶晨说要去公司加班，我决定跟踪他。叶晨开车离开小区后，并没有往公司的方向走，而是去了城市的另一端。我远远地跟着他，看见他把车停在了一个高档住宅区门口。不久，一辆黑色的奔驰停在他车旁，走下来的正是那天晚上和他一起吃饭的中年男人。叶晨上了那辆奔驰，他们一起开走了。我坐在车里，手握着方向盘，指节发白。我终于确定了，叶晨出轨了。那个周末我一个人在家，脑子里想了很多事情。我想起叶晨最近的种种反常，想起他对我越来越冷淡的态度，想起他那句我希望他有野心、有魄力，能成就一番事业。原来他一直都不满意我这样的男人。周一的时候，我找了一个私人侦探，我需要调查我妻子。我把叶晨的照片和基本信息给了他。侦探是个40多岁的男人，看起来很专业。你怀疑他出轨？是的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一般这种调查需要1到2周的时间，费用是2万块。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。2周后，侦探给了我一个厚厚的文件夹，里面有照片、录音、酒店开房记录，还有一些他们的聊天截图。那个男人叫陈立，是叶晨公司的副总裁，也是他的直接上司。
他们的关系已经维持了半年多。照片里，他们在酒店门口拥抱，在车里接吻，在餐厅里十指相扣。最让我痛苦的是一段录音。叶晨，我已经和美国那边联系好了，我们下个月就可以过去。陈丽的声音，那我丈夫怎么办？叶晨的声音，你还在乎他吗？一个没有野心的男人能给你什么？跟着我，你会有更好的未来。你说的对，我们结束的早点，免得拖泥带水。听到这里，我关掉了录音。原来他早就打算和我离婚了。原来我这个丈夫在他眼里只是一个累赘。我没有立刻和叶晨摊牌，想看看他会怎么对我说这件事，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结束我们的婚姻。叶晨最近确实在准备什么，他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，悄悄把一些重要物品搬出家里。他以为我没有注意，但我都看在眼里。有一天晚上，叶晨主动提起了离婚的话题。方远，我觉得我们需要谈一谈。他坐在沙发的另一端，和我保持着距离。谈什么？我放下手中的书。我们的关系。叶晨沉默了一会儿。我觉得我们已经不合适了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不合适了。我们的性格、追求、价值观都不一样。叶晨的语气很平静，就像在谈论天气。我觉得我们应该结束这段关系。你是说离婚？是的。我看着她，这个和我生活了5年的女人，现在正在用最冷漠的语气宣布我们关系的终结。有别人了吗？我问。叶晨愣了一下，但很快恢复了平静。没有，只是我们真的不合适。是吗？我从茶几下拿出那个文件夹。那这些是什么？叶晨看到那些照片的时候，脸色瞬间变白了，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。你调查我？他的声音里有愤怒。我怀疑我妻子出轨，调查一下不是很正常吗？我把照片一张一张摆在茶几上。陈丽，你的上司也是你的情人，你们在一起半年了，现在打算一起去美国。叶晨看着那些照片，没有否认，也没有解释。你不打算说点什么吗？我问。叶晨抬起头看着我，眼神里没有羞愧，没有悔恨，只有一种近似于解脱的平静。是的，我承认，我和陈丽在一起了。他的语气依然冷静。我们下个月就会去美国。为什么？这是我最想问的问题。因为他能给我更好的未来。叶晨站起身。方远，你是个好人，但你没有野心。你满足于现在的生活，但我不满足。我要的是更高的职位，更多的金钱，更有权势的男人。我们的5年婚姻，在你眼里就一文不值。婚姻不能当饭吃。叶晨走向卧室。我明天就搬走，我们协议离婚吧。我什么都不要。那天晚上，叶晨收拾了几个行李箱。我坐在客厅里，听着他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的声音。5年的婚姻，最后就是这样的结局。第二天早上，叶晨走了，他把钥匙放在玄关的鞋柜上，没有和我告别。我站在窗前，看着他把行李装进陈丽的车子里。陈丽下车帮他，还亲了亲他的脸颊。叶晨笑了，那种笑容我很久没有见过了。叶晨走后的第1个月，我几乎没有出过门。我请了长假，每天就是睡觉、看书、发呆。邻居们偶尔会问起叶晨，我说他出差了。我不想解释，也不想听到任何安慰的话。那段时间我瘦了很多，胡子也不刮，头发也不理。朋友们来看我，都说我像变了一个人。方远，你不能这样下去。我的大学同学李明坐在我对面。一个女人不值得你这样糟蹋自己。我知道，我点点头，但心里依然一片灰暗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不知道。李明叹了口气。
要不然你来我们公司吧，正好缺个项目经理。我摇摇头，我想自己试试。自己是什么？创业。这个想法是在某个失眠的夜晚出现在我脑海里的。我一直是个按部就班的人，从来没有想过要自己创业。但是叶晨的话深深刺痛了我。他说我没有野心，满足于现状。也许他说的对，也许我确实应该做点什么来证明自己。我开始认真考虑创业的可能性。我在项目管理方面有10年的经验，对供应链和国际贸易也有一定了解，而且现在跨境电商正在兴起，这是个不错的机会。我用了1个月的时间做市场调研，又用了1个月写商业计划书，然后我卖掉了房子，拿出所有的积蓄，注册了一家科技公司。公司最开始只有我一个人，办公室是租的一个10平米的小房间。我既是老板，也是员工，什么都要自己做。最初的几个月非常困难，我要学会如何寻找客户，如何谈判，如何管理供应商。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，经常忙到深夜，但是我没有放弃。也许是叶晨的背叛激发了我内心深处的那种不服输的劲头，也许是我想证明他的选择是错误的。我告诉自己，既然他觉得我没有野心，那我就要做出点成绩给他看看。第1个订单是在公司成立3个月后拿到的，一家德国公司需要从中国采购一批电子产品，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我。这个订单虽然不大，但给了我很大的信心。我开始雇佣员工，租更大的办公室，建立完善的业务流程。我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有商业头脑，也更能吃苦。那些在大公司里学到的项目管理经验，在创业中发挥了很大作用。1年后，公司的营业额达到了1000万级别。我们有了10几个固定客户，业务涵盖了电子产品、机械设备、纺织品等多个领域。我也变了，以前的我温和内向，凡事都习惯于妥协。现在的我变得更加果断，更有魄力。我学会了在商业谈判中据理力争，学会了在困难面前保持冷静。第2年，公司搬进了写字楼的整个1层，我有了自己的办公室，有了专门的助理和司机。我开始出现在一些商业杂志上，被称为年轻有为的企业家，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得意忘形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来之不易，也知道商场如战场，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。我变得更加谨慎，也更加深沉。第3年的时候，公司已经在行业内小有名气了。我们不仅在国内有稳定的业务，在海外也开拓了新的市场。我个人的财富增长了数十倍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。有时候我会想起叶晨，他现在在美国过得怎么样？他会不会偶尔想起我们曾经的那些美好时光？但这些想法只是一闪而过，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怀念过去了。我有了新的生活，新的目标，新的自己。叶晨带走的那个温和内向的方圆已经死了，现在的我是一个全新的人。那个改变一切的电话是在一个周3的下午打来的。我正在办公室里审阅一份合同，助理小张敲门进来，方总，有个美国公司想和我们合作，对方要求今天下午4点视频会议。哪家公司？我头也不抬地问。蓝海集团，是做跨境电商平台的，他们想找我们代理亚太区的采购业务。我放下手中的文件。蓝海集团我听说过，是美国一家很有名的跨境电商公司。如果能拿下他们的代理权，
对公司的发展会有很大帮助。订单规模有多大？初步谈的是年采购额5000万美元。我的眼睛亮了，这是一个大单子，值得重视。好，安排会议室，我亲自参加。下午4点，我准时出现在会议室里。大屏幕上很快出现了对方的图像。一个会议室里坐着3个人，我的目光扫过去的时候，突然定格在其中一个女人身上。叶晨，她坐在中间的位置，穿着一套深蓝色的职业套装，头发盘成一个精致的发髻。3年不见，她变得更加成熟，也更加美丽。但当她看到我的时候，脸上明显闪过一丝震惊。各位好，我是蓝海集团亚太区总监叶晨。她很快恢复了职业女性的镇定。这位是我们的采购总监约翰逊先生，这位是法务总监王律师。他介绍完对方的人员后，看向我这边。我面无表情地站起身。各位好，我是远方科技的总经理方远，这位是我们的商务经理李总，这位是我们的财务总监陈总。整个介绍过程中，我的语气平稳，表情冷淡，就像在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客户。叶晨试图从我的眼神里寻找什么，但我给他的只有职业化的礼貌。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议题吧。我坐下来，打开电脑。请问蓝海集团对代理商的具体要求是什么？会议持续了1个小时，我全程保持着极度专业的态度，详细询问了业务模式、采购类别、质量标准、付款方式等各个方面的问题。我的表现让对方很满意，特别是约翰逊先生，他说我是他见过的最专业的中国供应商。但我能感觉到叶晨一直在观察我，他的眼神里有困惑，有震惊，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。方先生，您的公司很有实力，我们对这次合作很有信心。约翰逊先生最后总结道，我们会在1周内给出正式的合作协议。非常好，我们期待进一步的合作。我礼貌地回应。会议结束后，我起身准备离开。就在这时，叶晨开口了，方先生，请等一下。我停下脚步，转身看着屏幕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叶总监。叶晨看着我，欲言又止，最后他只是说，没有了。谢谢您今天的时间。我点点头，再见。然后我关掉了视频连接。走出会议室的时候，我的心跳得很快。3年了，我再次见到了叶晨，他变得更加成功，更加自信，正如他当初所预料的那样。而我也不再是那个在他眼里没有野心的男人，但我们之间已经回不去了。我们现在只是2个陌生的商业伙伴，仅此而已。当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窗外的夜景，城市的灯火辉煌，车流如织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波。我想起3年前叶晨离开的那个早晨，想起他把钥匙放在鞋柜上时的决绝。那时的我以为世界末日了，以为再也不会有翻身的机会。但现在看来，也许他的离开反而成就了我。如果没有那次打击，我可能永远不会走出舒适圈，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原来有这样的潜力。第2天上午，我的助理小张急匆匆地走进办公室。方总，有个自称叶总监的女士打电话过来，说想和您私下见面，谈一些关于合作的细节。我抬起头看着她，你怎么回复的？我说需要先向您汇报。小张有些紧张，他留了联系方式，说希望您能回电话给他。我接过纸条，上面写着一个美国的电话号码。我看着这串数字，心情复杂。叶晨想见我，想和我私下谈话，但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呢？
告诉他，公司的规定是只谈业务，不接受私人会面，所有的合作细节都可以通过正式渠道沟通。我把纸条还给小张，那如果他再打电话过来呢？统一回复，方总在开会。小张点点头，转身离开了办公室。我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叶晨，你以为3年时间过去，我们还能像从前一样吗？你以为一个电话，一次见面，就能重新建立什么联系吗？我已经不是那个会为你的一个眼神而心动的方远了。现在的我只相信合同和利益。接下来的1个星期里，叶晨又打了3次电话，每次都被小张以我在开会为由挡了回去。第4次的时候，他直接发了一封邮件到我的公司邮箱，邮件写得很正式，说是想就合作的一些技术细节进行深入沟通，希望能够安排一次面对面的会谈。他说下周会来北京出差，想约我见面。我看着这封邮件，心里很清楚，他想见我绝不仅仅是为了谈业务。我回了一封同样正式的邮件，告诉他所有的技术细节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技术总监来对接。如果他坚持要见面，我们可以安排一次正式的商务会谈，地点在公司的会议室。叶晨很快回复了，同意在公司会议室见面。1周后，叶晨来北京了，他约的是周5下午3点，地点在我们公司的小会议室。我故意安排了2个同事陪同，把这次见面完全定义为一次正式的商务会谈。叶晨准时出现了，他穿着一套灰色的职业装，背着一个 LV 的手提包，看起来精致而干练。3年的美国生活让他身上多了一种国际化的气质。方总，很高兴见到您。他伸出手和我握手。叶总监，欢迎来到北京。我礼貌地回应，但握手的时间很短暂。我们坐下来开始谈业务。叶晨表现得很专业，详细询问了我们的供应链管理、质量控制、物流配送等各个环节。我也一一作答，态度认真，但始终保持着距离感。会议进行了1个小时，各个技术细节都谈得差不多了。叶晨突然说，方总，我想和您单独聊几分钟，可以吗？看着周围打趣的眼神，我看了看手表，恐怕不行，我一会儿还有个重要会议。那晚上呢？我请您吃晚饭。谢谢，但我晚上已经有安排了。叶晨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，随后的一个举动更是令我羞红了脸。方远，他把手直接拦住我的腰。是方总，我打断了他，一把将其推开。叶总监，如果没有其他业务问题，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吧。叶晨沉默了一会儿，最后点点头，好的，谢谢您的时间。我送他到电梯口，他进入电梯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个眼神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的某个黄昏，他也是这样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不舍，有眷恋，但那都是过去了。叶晨走后，我回到办公室，发现自己的手在微微颤抖。见到他比我想象中更难受，不是因为还爱着他，而是因为那些回忆太清晰了。我打开电脑，开始处理邮件。工作是最好的镇静剂，它能让我忘记一切不必要的情绪。第2天是周六，我正在家里看书，门铃响了。我走到门口，从猫眼看出去，外面站着的竟然是叶晨。我没有开门，隔着门说，有什么事吗？方远，我想和你谈谈。叶晨的声音透过门板传过来，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，求你了，就给我10分钟时间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最终还是打开了门。叶晨站在门口，眼眶有些红。进来吧。叶晨走进客厅，环顾四周，
房子已经重新装修过，和他离开时完全不一样了。你过得很好，他说。是的，我倒了2杯茶，你也是。叶晨坐在沙发上，双手捧着茶杯。方远，我想向你道歉。道歉？我冷笑一声。为什么要道歉？你没有做错任何事，你只是做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而已。我伤害了你，是的，你确实伤害了我，但那已经过去了。我看着他，3年时间足够愈合任何伤口。叶晨放下茶杯，看着我，你变了很多，是吗？以前的你很温和，很包容，总是为别人着想。现在的你，他停顿了一下，现在的你让我觉得陌生。人都会变的。我喝了一口茶，特别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。方远，我们能重新开始吗？叶晨突然问道。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重新开始？你是说重新做朋友，还是重新做夫妻？叶晨咬了咬嘴唇。我和陈丽分手了，那又怎样？我发现你才是真正适合我的人。我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外面是熙熙攘攘的街道，人来人往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波。叶晨，你知道什么是最残忍的吗？我背对着他说，不是背叛，不是欺骗，而是当一切都结束之后，又回来说想重新开始。方远，我转过身看着他，你走的时候说我没有野心，说我不能给你更好的未来，现在我有了，你又回来了，你觉得这样公平吗？叶晨的眼泪掉了下来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应该那样对你，不应该那样离开。是的，你错了，但错误是不能挽回的。我坐回沙发上。叶晨，那个爱你的方圆已经死了，现在坐在你面前的是另一个人，那我们连朋友都做不了吗？朋友？我摇摇头。我们现在是商业伙伴，仅此而已。叶晨擦了擦眼泪。如果这是你的决定，我尊重，但是方远，我想让你知道，这3年里我每天都在后悔。后悔什么？后悔没有选择一个有钱的男人，后悔失去了一个真正爱我的人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涌起一阵莫名的情绪，但很快这种情绪就被理智压了下去。叶晨，时间不能倒流，我们都已经是不同的人了。我站起身，你该回去了。叶晨也站了起来。我明天就回美国了，这次见面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单独相处，也许吧。方远，不管你现在怎么看我，我都要说一声谢谢。谢谢什么？谢谢你让我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爱。虽然我失去了，但至少我拥有过。说完这句话，叶晨转身走向门口。走到门边的时候，他又回头看了我一眼。再见，方远，再见。门关上后，我一个人站在客厅里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地板上，留下斑驳的光影。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的某个黄昏，叶晨问我们会不会一起变老。现在我有了答案，不会。有些人注定只是你生命中的过客，他们来过，爱过，伤害过，然后离开，而你要做的就是继续向前走，不回头。周一上午，我收到了蓝海集团发来的正式合作协议，合同条款非常优厚，年采购额确实达到了5000万美元，而且是3年期的长期合同。这是一个大单子，对公司的发展意义重大，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我要和叶晨保持长期的业务联系。我仔细研读了合同的每一个条款，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叶晨在业务上确实很专业，他没有因为私人感情而在合同上做任何手脚。我签了字，然后让助理把合同发回美国。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我们开始了正式的业务合作。
所有的沟通都通过邮件和视频会议进行。我和叶晨都保持着严格的职业化态度，但我能感觉到，在那些客套的商务邮件背后，叶晨还在试图寻找机会和我私下沟通。有几次他在邮件的最后会加上一些私人化的句子，比如希望你一切都好，或者北京的冬天应该很冷吧。我都没有回应，我只回复业务相关的内容，对任何私人话题都视而不见。3个月后，蓝海集团要派人来中国做供应链的实地考察，来的人当然是叶晨。这次他在北京要待1个星期，需要实地考察我们的工厂、仓库和办公室。我安排了详细的考察行程，每天都有专人陪同，确保他能够全面了解我们的运营情况。叶晨表现得很专业，他认真考察了每一个环节，询问了很多细节问题，还和我们的技术人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。他的专业能力确实很强，提出的一些建议对我们的业务改进很有帮助。考察的最后一天，按照惯例，我要请他吃饭，地点选在了公司附近的一家高档餐厅，参加的还有我们的几个高管。饭局进行得很顺利，大家谈论着未来的合作计划，气氛很融洽。但我注意到叶晨时不时地看向我，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。饭后，其他人都告辞了，餐厅里只剩下我和叶晨。方远，谢谢你这1周的安排。叶晨说，这是应该的。我示意服务员结账，明天我就回美国了，一路顺风。叶晨看着我，我们真的不能像朋友一样聊聊吗？哪怕只是聊聊天气，聊聊工作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叶晨，我们现在这样很好，工作伙伴，彼此尊重，各取所需。为什么要破坏这种关系？因为我们曾经是夫妻，因为我们曾经深爱过彼此，那都是过去了。我站起身，我们走吧。走出餐厅的时候，叶晨突然说，方远，你知道我在美国这3年过得怎么样吗？我停下脚步，但没有回头。很孤独。叶晨的声音在夜风中显得很轻。我有了更高的职位，更多的金钱，但我却觉得很孤独。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会想起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。我依然没有回头。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说这些话，我知道是我亲手毁掉了我们的婚姻。但是方远，我想让你知道，离开你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愚蠢的决定。我终于转过身看着他，月光下，他的脸有些苍白，眼中有不明显的泪光。叶晨，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吗？我的语气很平静。你选择了你认为更好的生活，我也找到了属于我的道路。我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，不是吗？你想要的是什么？成功。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，事业上的成功，财富上的成功，人生价值的实现。那爱情呢？爱情，我笑了。爱情是奢侈品，我现在买得起任何奢侈品，但我不需要。叶晨看着我，眼神里有震惊，有痛苦，还有一种深深的失望。你真的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。他轻声说，是的，我变了。谢谢你让我变成现在这样。我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，车来了，我送你回酒店。叶晨回美国后的第2个月，出现了一个意外状况，我们有一批货物在海关被扣了，原因是竞争对手举报我们的产品质量有问题。虽然我们的产品完全符合标准，但海关的调查程序很复杂，这批货可能要延迟1个月才能放行。这对蓝海集团的影响很大，因为这批货是他们圣诞销售季的重要商品。如果延迟交货，他们会面临巨大的损失。
我立刻召集团队开会，讨论解决方案。最终我们决定启用备用供应商，虽然成本会增加20%，但能保证按时交货。我亲自给叶晨打了电话，说明了情况和我们的解决方案。方总，这个成本增加由谁来承担？叶晨在电话里问。我们承担。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但这不是你们的错，是竞争对手的恶意举报。不管是谁的错，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不能变。我说，我们会处理好这件事，保证不影响你们的销售计划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叶晨说，谢谢你，方远，这是应该的。挂掉电话后，我立刻投入到危机处理中。我亲自去海关协调，找关系加快调查进度，同时联系备用供应商，确保新货源的质量，还安排了专门的物流团队，确保货物能够按时到达美国。那一个星期我几乎没有睡过觉，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以上，但最终我们做到了，货物按时交付，质量完全符合标准。更重要的是，通过这次危机处理，我展现出了超强的应变能力和商业手腕。蓝海集团的高层对我们的评价很高，甚至提出要增加合作规模。叶晨专门发了一封邮件给我，称赞我们的专业精神和应变能力。邮件写得很正式，但我能感觉到字里行间的那种震惊和敬佩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我已经彻底蜕变了。我不再是那个需要依赖任何人的男人，我有能力应对任何挑战，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运。年底的时候，蓝海集团提出要续签合同，而且采购金额要增加到8000万美元。这意味着我们的合作关系会继续下去，也意味着我和叶晨还会有更多的接触。我同意了，不是因为叶晨，而是因为这是一笔好生意。在签署新合同的视频会议上，叶晨对我说，方总，和您合作是我们的荣幸，您的企业家精神和商业才能让我们深感敬佩。谢谢叶总监的认可。我礼貌地回应，我们也很荣幸能为蓝海集团服务，希望我们的合作能够长期持续下去。我相信会的。会议结束后，我关掉电脑，走到办公室的落地窗前，外面是繁华的都市夜景，霓虹闪烁，车流如织。我看着这座城市，想起了很多年前的那个自己。那个因为妻子的背叛而痛不欲生的方圆已经死了，现在站在这里的是一个全新的人，一个成功的企业家，一个能够掌控自己命运的男人。我拿出手机，看了看通讯录里叶晨的号码，我的手指在屏幕上停留了几秒钟，然后我把手机放回了口袋。有些路走过了就不能回头，有些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。我不恨叶晨，甚至还要感谢他。如果没有他的背叛，我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潜力。最好的报复不是仇恨，而是淡漠。最好的告别不是眼泪，而是成长。我转身回到办公桌前，打开电脑，开始处理明天的工作安排。这就是我的生活，充实而有意义。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，也不需要任何人的爱情，我只需要我自己。5年后，我在一本商业杂志上看到了关于叶晨的报道，他已经成为蓝海集团的副总裁，是美国华人商界的杰出代表。照片中的他笑容灿烂，自信优雅。我看着那张照片，心里没有任何波澜。他找到了属于他的成功，我也找到了属于我的道路。我们各自在不同的轨道上奔跑，再也不会有交集。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家里，喝着红酒，
看着窗外的夜景，突然想起了多年前的某个黄昏。叶晨问我们会不会一起变老，现在我知道答案了，不会。但这没有关系，因为有些遇见注定只是为了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感谢你，叶晨，感谢你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，感谢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强大。现在的我，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